山东的一座偏僻荒村，生死命案频繁发生，全体村民人心惶惶。众人猜测是有人故意为之，但他们却没想到，一切竟是因为祖先作孽，所得报应。多年前，一帮强盗打家劫舍，无恶不作，但凡被劫商客，全部屠戮殆尽。很快，朝廷派出鹰犬，誓要将匪徒剿灭。盗匪后人躲进遥远的深山，从此与外界断绝联系。可因果报应从未停止。黑石是村中唯一可以自由出入之人，他是这村里的小商贩，为人和善，乐于助人，每日靠走街串巷贩卖货品为生。这天如同往常一样，他来到集市之上，但却在集市之中见到一名无腿乞丐正在遭人凌辱。善良的黑石于心不忍，便给老人送去食物。却不料在他离开后，那个老人却露出奇怪表情，他似乎从黑石的身上看到了可怕的事情。当天夜间，黑石穿行在森林之中，儿时记忆再次涌上心头。那时年幼的黑石穿行林中，萤火虫则携带血色光环出现。他在林中拼命奔跑，正在无助之时，阿婆却提灯前来接引黑石。阿婆手掌冰冷，这引起年幼的黑石的迟疑。而等年幼的黑石从床上醒来之时，却发现刚才似乎是南柯一梦。看到父母站在他的身边，他赶紧询问阿婆在哪儿，可众人告诉他，阿婆早在下午已经去世了。醒来的黑石不敢相信这一切，因为他分明记得是阿婆将他接引而回。他痛苦地趴在已死的阿婆身前，而阿婆的耳中也爬出一只森林中的萤火虫。长大成人的黑石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耳边却不断传来村子就要大祸临头，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话语。黑石此时顿觉周身寒冷，便起身来到厨房添火。黑石本以为只是梦境一场，可醒来之时，脚踝处竟全是黑蛇体液。第二天，两口子一起吃饭，妻子因为自己难以生育，始终处在内疚当中。而多日来的噩梦连连与耳边奇怪的话语，让黑石内心充满了疑惑，因此黑石便去找寻当地神婆查问。没想到神婆告诉他，他的梦境是不祥之兆，要想破解，必须拿出一笔钱财建庙。黑石哪有如此多的钱财？正在郁闷之时，再次遇见了集市上的乞丐。没想到乞丐专门等在此地，只为报答黑石上次的出手相助。通过交谈得知，乞丐本来出身名门，但家道中落，为官的父亲牵连官司，最终全家被判刑，他被斩去双腿，遭到流放。但是他年幼之时曾经随高僧学习，因此也掌握一些算命的手段。他看出黑石额头之上乌云盖顶，当即便帮黑石推算时运。乞丐看过黑石手掌，准确地算出黑石家中之事，而后又看出明年黑石大限将至。乞丐询问黑石祖上是否种下过恶因，黑石心知肚明，却又不敢承认。而等他再次回头之时，晚间，黑石向村中赶去，半路之上来到客栈休息，而客栈的老板老三正在给过路的乡民讲述故事，而他讲的正是集市上乞丐的事情。原来当地有个女人跟他人偷情，被丈夫发现之后一顿毒打，女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便去了市场旁边的玉米地。在这空旷之地，女人大肆喊骂，而就在这时，乞丐突然出现，他询问女人为何哭喊。众人不知道乞丐最终说了些什么。因此乡间传闻，任何和乞丐说过话的人都会莫名死掉。这一句话可把黑石给吓了一跳。正在众人说笑之时，外面却传来诡异的笑声。老三继续说着最近发生的怪事。那天半夜，他起身上厕所时，听到了田地之中的诡异声音。这渡船之上正是接引亡灵的阴差，所谓铃铛一响，众魂上路。此时老三的老婆出现，他告诉众人，实际这屠户之死也与那乞丐有关。原来老三老婆在市场上看到了诡异的一幕。
众人听完故事都四散而去，而此时尚在村中的黑石妻子则独自一人前来找大夫看病。原来他肩头皮肤奇痒无比，老大夫看后拿出药来，让他先试一下再做打算。女人临走之际询问老大夫为何多年求子却总是不得，老大夫好言安慰，让他不要执着。女人谢过大夫，转身离去。没想到是村子的二傻子，二傻子还顺嘴嘲笑女人，有毒的植物不开花，有毒的女孩不生娃。而此时在客栈留宿的黑石则依然噩梦不断。眼看山雨欲来，黑石起身关窗。黑石告诉老三，确实亲眼看到有人。老三以为是黑石劳累，让他早点休息。老三此时也回到房中，但却不见妻子身影，他赶紧四下寻找。此时鬼差赶到这里，将老三老婆接到渡船之上。黑石安慰老三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而后便决定留下来，帮老三妥善处理妻子后事。第二天，正当老三妻子停灵之际，一帮村民又在风言风语。他们说看到乞丐和老三妻子说过话。一听到这话，老三立马操刀而出，众人赶紧将他按住。黑石一直陪着老三直到深夜，老三还是怀疑是乞丐所为。黑石却告诉他，如果传言是真的，那下一个该死的就是他，因为老乞丐还给他算过命。两人正说话间，老乞丐突然出现，老三持刀就上，却被黑石赶紧拦下。老乞丐自称是来洗脱罪名的，他知道村民们都怀疑是他杀了这些死掉的人，可凶手并不是他。老乞丐说起那天夜里，他遭到村里几个无赖的欺负，眼看无赖们要下死手，老乞丐是在劫难逃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怪异声音。所有人都被他的模样吓坏。老乞丐此时说出屠夫的仪式似乎和一种黑魔法相关，而后便询问两人是否知道骷髅酒。骷髅酒是一种黑暗魔法，可以助人实现愿望，也可以杀人于无形。做骷髅酒需要用活人的头骨，越多越好，但是酿造骷髅酒必须身体清洁，酿造者尤其不能通奸。老三此时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询问这和他老婆是何关系。原来屠夫一直好酒赌钱，在一次酒醉之后，竟然将怀孕的妻子杀死。虽然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，但是仗着有钱，屠户很快便从监狱出来。村里没有人搭理屠户，但是这天老三从此经过，进来打声招呼，没想到屠户却说他老婆藏有金子，但屠户把整个地方找遍了，但是却一无所获。屠户宣称他一定要找到金子，哪怕是把老婆召唤出来。此后屠户也确实是这么做的。điều khiển âm binh dám luyện là bởi người thì phải trả giá。老三不想听老乞丐废话，询问这些事和他妻子又有什么关系？老乞丐反问老三，难道不知道妻子和屠户有一腿吗？这句话如五雷轰顶，老三顿时难以接受。老乞丐声称一切都是他亲眼所见。cậu ấy lại nuôi nghiệp ác đến vậy。也正因为屠户犯了不可通奸的禁忌，才最终被黑魔法夺去生命。妖魔也最终夺去了老三妻子的性命。次日，老三当着乡亲们的面为老乞丐洗脱了杀人的嫌疑，老三也正式埋葬妻子。黑石则辞别老乞丐返乡而去。夜晚，老三独自喝得酩酊大醉，无意之中走到了屠户之前的住所，却发现前方有一人和他搭话。老三回身之时，酒醒了一半。
第二天清晨，老乞丐来到这里，他一口酒将老三喷醒，老三惊吓不已，庆幸昨夜只是噩梦一场。而此时黑石的村里，年轻的小桂花来到河边，准备放生几条鲤鱼，但却发现水中飘来血迹，疑惑之下，他便顺着血迹寻找。Khi gà còn chưa gạch, bà Tư và mọi quanh năm tứ đời làng mình có ai được xuống máy bay hả ta? 村民都不敢下水，因为他们面对的可是食人鲤鱼。黑石从河边找到一只木棍，总算把尸体给拉上河岸。可此时女孩的尸体已经被咬得面目全非。黑石安排乡亲去取车子，将女孩尸体运回村子。而正当众人准备将尸体运回村庄之时，半路之上，车子却突然停滞不前。村中青壮用出力气，却根本难以撼动车子。老大夫一见，立马走上前祷告一番，瞬间车子运行正常。而心神不宁的黑石总感觉身后不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一路尾随他们。回到家中，他就将此事告诉给妻子。可黑石还不知道，他的妻子这时已经和女孩一样，身上布满了可怕的伤痕。而此时的河边却又发生怪事，几个顽皮的孩童正在河边玩耍，旁边的老吴则在烤着河鱼。对于这帮嘴馋的小孩子，老吴也是毫不吝啬，很快和孩子们一起大快朵颐。Ngon quá. Đấy là có tốt ít thôi bác. 村里的怪事接二连三，黑石却在这时一病不起。直到大夫找上门来，他得知一个更惊人的消息。依据大夫的多年经验，女人是被人活着放到的水中。大夫怀疑有人在村中作恶，黑石向老大夫承诺，一定要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黑石再次离家而去，直奔客栈。他将这一切告知了老乞丐。老乞丐猜测村中的事情很可能属于某种诅咒，但他也不排除有人作恶的可能。为了报答黑石的恩情，老人决定前往村子帮助黑石查明真相。而受到黑石帮助的老三也决定和老人一起前往。老三身边之人全部都已死去，因此他留在这里也觉得毫无意义。三人商定以后，立马开始准备。村子这边，女孩母亲在黑石媳妇陪伴下来祭奠被鱼咬死的女儿，而黑石媳妇也顺便祭奠阿婆。老乞丐在此时似乎心有所感，立马让二人带他前往村子。老三则点上火把，一把烧掉了客栈，与前尘往事彻底作别。而黑石老婆刚刚回到家中，就有邻居大婶前来喊她，声称空气之中弥散着一股味道。众多村民聚集一起，寻找着味道的来源。小厮觉得味道是来自小河边，大家便立马一起前往查找。没想到却看到惊魂一幕。被烧的死者正是老吴。一顿忙活之下，尸体终于被取下，但乡民却发现尸体无比沉重。小厮想到当日女孩的死，便也学着大夫的样子进行祈祷。没想到此招还真是管用，尸体被运回村庄。老大夫作为村中长辈，带领乡民开始祭奠死者。可此时村中的二傻子突然窜了出来。còn phủ một lớp mắc rất là dày. Đã gây nghiệp sát sinh quá nhiều. 而当黑石几人回到村子中时，却不见老婆的身影。正当黑石四下寻找之时，妻子告诉黑石，老吴已经死了。三人赶紧转身赶去，而此时的二傻子已经被村民制服，不过他仍然是暴躁异常，不受控制。正当二傻子要撕咬众人之时，老乞丐终于赶到现场。他告诉众人，二傻子没事，送回家休息，一会儿就会醒来。众人带着老吴的尸体来安葬，却发现一旁的坟墓却似乎被人动过，而这座墓中的尸体杜太太也已经不翼而飞。而乞丐和老三则被安排到二傻子这里居住。二傻子所在的房子原本属于杜太太，自杜太太死后便一直闲置，所以村里便让二傻子先住在这里。
老三终于被黑石两人叫醒，他不断说着梦中见闻。黑石走到前去查看，却发现纺车之前居然有鲜活的蛆虫。老乞丐回想村子发生的事情，他推断这些事情并不是某人的阴谋，而是村子遭受的业力。老乞丐恳请黑石将这个村子早年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全部告诉他，因为他和老三现在也是这地狱村村民，他们两个应当有知情权。但此时的黑石还是不愿说出，只推脱到时候自然会告诉二人。晚上，女孩小桂花偷偷出门，她带着吃食来找寻二傻子，却没想到二傻子并不在家。桂花把吃的挂在门口，转身离去。但在森林之中，桂花却遇到诡异一幕。Thi thôi, mau đi thôi. 正当桂花看得起劲之时，二傻子却突然出现。桂花告诉二傻子，给了他一袋青米，让二傻子赶紧回家，不要再跟着前面人瞎跑。次日，老三和乞丐两人在村庄里转悠，无意间进到了纸扎老板林大婶这里。林大婶心灵手巧，一直靠制作木偶和纸扎生活。他给了两人每人一个木偶作为礼物。很快，黑石便带着二人来和村民们打招呼。村民们此时都忙着包肉粽，筹备过年的事情。老大夫则被黑石坏了规矩，不该把外人带到村子。黑石则跟老大夫解释，他们两人进来以后便不打算出去，而且两人是来帮助村子处理近期发生的离奇死亡案的。老大夫听到这些，只能暂时答应下来。可这时，林夫人突然跑来寻找丈夫，她声称孩子们全部睡着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老大夫上前查看，发现孩子们掉了云魂，只剩白魂。很快，全村的孩子都出了这个症状。黑石赶紧招呼村中妇女，让他们把孩子都集中到一起，以便能够随时看护。而老乞丐则看出村中之人除了愤怒别无其他，他猜想地狱村曾经做过缺德之事。而对于孩子的失踪，老乞丐认为是有人需要孩子们的生命力，靠这些生命力进行某种法术，比如酿制骷髅酒之类。黑石看到了桌上的木偶，老三告诉黑石是林夫人给的，说是净化仪式时可以用。而老乞丐此时说出了他的担心，因为从进到村庄开始，他就怀疑上了老大夫。黑石连说不可能，老大夫家族3代行医，不可能做出邪恶的事情。可老乞丐却并不相信，两人各执一词，吵到一起。幸亏老三从中调和。晚上，因为年节将至，众人在一起煮着年夜饭，而老三此时又给大家讲起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是小孩班，班总是独自去到后山，一个人自言自语喊着妈妈。这天父亲感到奇怪，便跟着孩子班去到了后山。Hàng ngày con phải kiên nhẫn mang về. chết đi con đó, mặc cho ông cả con hình nhân của mẹ Viên bị đốt. Coi 地狱村的失魂孩子们仍然沉睡在地，村长黑石看后悲伤不已。此时跟随他来村的老乞丐说出了破解之法，只要知道孩子们的灵魂在哪里丢失，大家去到那个地方准备好祭坛，就可以呼唤孩子们的灵魂归家。小桂花立马想到当日所见，他猜想孩子们的灵魂丢在柏树林中。老大夫当即决定，正午时分阳气最盛，他们在柏树林中设置祭坛施救。乡民们说干就干，在老大夫引领之下，立马开启仪式。Ma só, ma gà, mẹ cha, gà trắng lúc hãy về. Mẹ đây, mẹ đây, dậy. 孩子们纷纷苏醒过来，乡民们都兴奋不已。而正在村民们开启仪式之时，村中教师老林却似乎已经入魔。Đâu hết cả rồi.
而老乞丐则一直跟在老林身旁，他不断追问老林究竟做过什么。正当村民们下山之时，小四他们则似乎闻到血腥的味道，一行人跟随味道来到老三所住破屋中，进门却赫然发现老林已经被肢解。黑石震惊异常，究竟是做过何等恶事，要受到如此的业力报应？老大夫却更加倾向于人为，他将怀疑矛头直指老乞丐，询问黑石是在哪里结识的此人。而老三则突然发现林夫人给他们的木偶也已经不知所踪。随后闯进门来的乡亲们纷纷怀疑此事是不见踪迹的老乞丐所为。小四他们将遗体抬出之时，林夫人却恰好赶来了这里。村里二傻子突然出现，他说林夫人一切都是罪有应得。而同时诡异无比的还有黑石的妻子。大年初一，村里善良的宁奶奶给村民们派发她做的粽子。好心的老太太走到林家灵堂，本想安慰一下林夫人，看有什么事情她可以帮忙，却没想到林夫人突然变得疯魔，直接扑向了老太太。就这样，宁奶奶一命呜呼，黑石也顿时不知所措。山雨说到就到，众人顾不得天气，一行人带着2具尸体前去安葬，而小桂花则偷偷跑向一边，找寻到他一直担心的二傻子。原来小桂花曾经和二傻子相好，那时二傻子还很正常，为了能光明正大娶到小桂花，他决定偷偷出村寻找工作，却没想到昏迷之下被人抬回。村民们都说他私自出村是被血腥引火夺去了魂魄。小桂花将雨衣给到二傻子后，傻子便兴奋地跑开了，而村民们则安葬了宁婆婆和老林。他们正准备离去之时，山林之中却传来异响。黑石率领众人先行回村，未作理会。深夜，老三独自睡在破屋之中。老三顿觉奇怪，手提灯笼跟了出去。二傻子来到老林门前，对着木门就是一顿撞。黑石这里正准备休息，女人突然说道：“无论你夺走多少条生命，你都会付出代价。”黑石直接冲上前去，而他手中掐住的分明是妻子脖颈。幸亏黑石及时发现，才没把妻子给掐死。而当年被强盗们追杀的张氏是一个会使用黑巫术的族群。张家怀孕妻子为了复仇，便施展了黑魔法，他一定要让这强盗们的后代永远陷入死亡的循环。正值大年初二，老大夫陷入沉思，他猜测已经到了血债血偿的时候。他祈求上天，如果这次能拯救村庄，他愿意献上他的生命。而黑石则准备好行装，打算去寻找老乞丐。此时的妻子却一反常态，冲着黑石大发脾气，斥责黑石将陌生人带到村中，而后愤恨地转身离去。黑石虽然觉察妻子最近有些奇怪，但也没做他想。黑石出门之时，正巧看到村中孩子都聚集稻田边上，他给孩子们拿出压岁钱，但孩子们却都目光呆滞，看向前方。此时山间又似乎传来林夫人的笑声，众村民赶紧冲上前去。此时林夫人正带着孩子分尸坟墓中的残肢，而小四分别记得已经将林夫人的家门关牢，他们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林夫人癫狂大笑，声称他们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他。村民们赶到，让黑石赶紧做点什么。黑石和小四交换下眼神，而后准备独自走上前去。小桂花跟随队伍正要离开，却又看到诡异一幕。
入魔的林夫人和孩子们被村民们给绑了起来，小四的麻药也很快失效，眼看着林夫人还在张牙舞爪，村民们就要活埋了他和4个孩子。黑石则苦劝众村民不要如此。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，老大夫的媳妇突然哭着出现，他死去的孩子也被林夫人给吃了，如今只剩下了一个头颅。这下的村民们更是怒了。黑石质问众人谁没犯过错，老太太却向黑石哭诉，出生在这个村庄本身就是一种罪过。而后他带领村民要去活埋林夫人和孩子。面对村民的来势汹汹，黑石也全然无能为力。老大夫找到黑石和老三，3人一起商量对策，而老三也趁机说出那晚所看到的诡异之事。老大夫此时向2人说起了他们祖先的事情。原来他们的祖先是土匪，而且在当时臭名昭著，他们屠杀整个部落，不留一个活口，甚至包括婴儿。不久后，朝廷的禁军伏击了他们，剩下的盗匪发现了村庄所在的大山，他们最终在此定居，建造了地狱村。但是最终父亲们犯错，子孙们付账。今天村子里的后代原本善良，可是依然要遭到报应。而且在匪徒们散伙之前，他们消灭了一个商人家族，但是这个家族却有一名幸存者，女人身怀6甲，最终用出黑巫术，通过献祭掉他腹中的孩子，施展咒术，为整个家族复仇。听完这些，黑石才意识到，过去村中发生的离奇之事都不是随机的，而是祖先作孽所致。老大夫感觉，如果他推测的都是正确的话，这个人在黑巫术方面一定造诣很深。而正当老大夫和黑石在交流黑巫术的事情之时，一旁的老三受到了黑巫术的召唤。树林之中，村民正要活埋林夫人。Mày uống đi. Bác Tâm. Bác Tâm. Cô Tam. Bác Tâm. Hãy chờ đó. 而此时的黑石夫人似乎也想到了诅咒的事情，正是这诅咒让她不能生养。而老三回到住所之后就开始不受控制，幸亏黑石赶到，帮助他恢复理智。老三告知黑石，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做的。女人酿造骷髅酒需要人体部位和少女血，头部是聪明的灵魂，脚是快速的灵魂，肝是勇敢的灵魂，心是邪恶的灵魂，以血还血，以肉还肉。村民活埋林夫人之后，直接离开了墓地。而桂花将黑石妻子安顿好后，便和小四来到房屋外。黑石这里和老三商议，准备天一亮就去找老乞丐。而后他决定先回家去看望下妻子，而老三则不想再待在住屋里。次日清晨，老三再次醒来，正来到屋外方便一下。此时小桂花也赶来了这里。黑石知道二傻子早已死去，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躯壳对老三发起了攻击。而小桂花则告诉黑石，二傻子曾经向他说过，有个女人不会放过全村子的人，而且小桂花确信女人仍在村子之中。黑石推断那个女人就是商人家族的后裔，而愤怒的村民则再次赶来这里，他们认定是老三杀了二傻子，立马准备对老三动手。幸亏小桂花出面挡在二人身前，小桂花面对二傻子的遗体情难自已，泪流满面。老大夫和黑石一起看望老三，大夫和老三商讨过程中说到了老三和二傻子提到的女人，但老大夫仍然怀疑全村厄运是与老乞丐相关，可黑石仍然确信不会是老乞丐所为，决定尽快找到老乞丐。第二天一早，正当小桂花来到墓地之时，林夫人却从坟墓中走出，没想到被活埋的她竟然还没死，而且林夫人还要报复全村之人，让他们都不得好死。而此时黑石却似乎听到身后传来呼喊之声，黑石妻子也在此时走出，这惊恐一幕直接让黑石目瞪口呆。众人紧追两人而去，一定要把他俩活埋。
村民更是质疑黑石他妻子一定是杀人凶手，而黑石和老三他们也一定是帮凶。在小桂花帮助之下，老三和黑石才算逃出，两人一路连滚带爬，顺着山路疯跑。正当黑石苦恼之时，身旁却突然出现妻子身影。妻子因为不能生养，向黑石道歉，而妻子身边则又出现另一个黑石。黑石看到这一幕时已然崩溃，而假夫妻两人同时喊着：“灵魂的债最好灵魂来偿，肉体的债最好肉体来偿。”幸好刚才只是黑石的梦境。山林之中，女人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她一定要拿走192条性命。”骷髅9恶灵告诉她交易达成。而当黑石再次醒来之时，老三还在一旁酣睡。老三也询问黑石：“那只火狼去了哪里？”黑石本想带着老三离开此地，可突然一个声音传来，让他们千万不要回村子。而这声音正来自火堆旁边的一个怪物。老三仔细一看，这不是老乞丐吗？此刻他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，成为半人半妖的存在。老乞丐向黑石解释，之前他必须离开村子，要不老林的死指定会按到他的头上。而老乞丐从进到村子第一天起，就发现村子被设计成一个死字，看来村中所有人都难逃厄运。而老乞丐之所以进到村中，是因为他受到黑石家2次救命之恩，所以特意来还黑石家的恩情。原来在多年之前，老乞丐差点死在路旁，幸好是遇到了黑石的父亲，黑石父亲好心，最终救下了乞丐。而在市场之中，黑石又救了老乞丐一次，因此老乞丐才舍命而来，只为救下黑石一人。可黑石却惦记着全村村民的性命。老三听到老乞丐所说，也非常不乐意，因为他现在也已经是地狱村村民，他可不想最终死在此地。老乞丐最终决定，明天3人一起行动，去阻止诅咒发生。眼看老乞丐对于施咒者非常熟悉，但又不肯说出其中原委，黑石便决定独自走上一遭。反正如果村子里的人全部死去，只有他一人独活也毫无意义。老乞丐苦劝黑石先行休息，而后便讲出了自己的遭遇。原来他和施咒人一样，都是黑巫术骷髅9的修行者。为了报复当年残害父亲的凶手，老乞丐秘密修炼这门巫术。但随着他的复仇逐步升级，他想杀掉所有仇家的同伙，他的愿望愈发迫切。为缩短修行时间，他直接献祭了自己的双腿，从此成为半兽半人的存在，以至于在5月的夜晚，他会彻底失去人性。听完老乞丐所说，黑石决定最后再相信他一次。而老乞丐为了感谢老三一路以来背着他跋山涉水，便把自己珍藏的好酒送给了老三。而这壶好酒曾经被用来对付附魔的二傻子。第二日清晨，村里的孩子全都不知所踪。正在大人们焦急不已的时候，孩子们的诵读声再次突然传来，众人一路寻觅，再次来到了柏树林里。Anjing apa? Yeah. 老大夫苦劝大家不要下去，他知道地狱之中有一种叫做地狱马车的刑具，这种地狱马车之火根本就扑不灭，最终一众村民只能眼看着孩子被活活烧死而毫无办法。等到大火熄灭之后，地上只剩下遍地尸骸。老大夫慨叹，这就是断子绝孙的诅咒，而对他们地狱村的清算，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。小四突然之间跪倒在地，对着老大夫连磕3头，他表示这世间没什么救世主，要拯救村子只能靠他们自己。深夜守灵的村民聚集到一起，老大夫让乡亲们武装起来，团结一致进行自保。而老大夫也已经看出众人的死都和黑巫术脱不了关系，而后他回到家中，想要寻找破解之法，却没想到厄运不期而至。小四和小桂花给村中众人拿来食物，村中的猎户制作了很多弓箭，准备用它们来应付被附身的女人。小四则让小桂花将他特制的麻醉剂拿来，准备分发给众人使用。可眼见众人都在紧张忙碌的准备，却唯独不见老大夫的身影。小四顿时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他让小桂花留下帮忙，而后便独自来到老大夫家中。
他告知村民们，老大夫已经眼睛被挖，心脏全无。村民听到这个消息，义愤填膺，他们立马手持家伙，纷纷赶去。很快，一行人手持火把走进老大夫家中。黑石妻子仔细观瞧众人，突然说道：“最重要的灵魂逃走了。”原来他所说之人正是黑石。众人猜想他就是当年商人的后代。女人也告知大家，他就是从强盗手中逃脱的最后一名幸存者。小四让众人千万别看，赶紧躲回到家中去。此时房子突然着火，外面大门则被锁上。小桂花的父亲也已经快要癫狂，他吟唱起孩子们曾经诵读的诗歌。黑石和老三终于赶了回来，黑石还试图唤醒自己的妻子。恶魔告知黑石，整个村子一开始就是地狱，他设下诅咒，要让这里的人全部断子绝孙，不会让任何人离开这里。而黑石之所以能走出村子，也是恶魔有意为之，只为让黑石见证整个村庄的覆灭。流浪汉的身死，也是恶魔控制二傻子和黑石妻子所做，老林的肢解更是黑石妻子所为，甚至就连老大夫也是他的手笔。正当恶魔要对黑石下手之时，老三突然站了出来，他自称踏入村子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是这村中一员。骷髅九恶灵现身，他喊出交易完成的话语。老乞丐一听，直接吓得撒腿就跑。而地上的附身恶灵却表示他还要一条命。恶灵告诉他，只能一命换一命。附身恶灵直接拽起刀子，刺进黑石妻子腹部，斩杀了黑石的独生子。既然答应了一命换一命，女人之灵也最终被骷髅九恶灵取走。黑石老婆最终身死，侥幸活下来的众人将村民们埋葬之后，又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岁月如梭，转眼之间多年过去，地狱村中的幸存者们也似乎找到了他们生活的乐土，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可繁华背后依然暗流涌动，人们对这帮外乡人议论纷纷，关于他们的谣言也在不断流传。而黑石在睡梦之中再次被送葬人的铃声惊醒。